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前段时间有人大代表提出建议，要求立法禁止单身女性冻卵，因为他觉得单身女性冻卵呢，可能会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之一是会刺激代孕这些地下产业的发展。那么在国内的舆论讨论的非常热闹的当时，在商业代孕合法的乌克兰，有一大波刚刚出生的小 baby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航线中断而没有办法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见面。说回这个人大代表虽然只是提了一个建议，但是引起了很多人，尤其是女同胞的反对。有些人会觉得，凭什么呀？我自己的身体要冻卵，难道还犯法吗？很多国家都允许的呀。也有一些稍微冷静一点的吃瓜群众想了一下 ，OK， 代孕我大概知道，但是到底什么是冻卵呢？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下，在其他的国家，比方说我生活的英国，冻卵跟代孕到底合法吗？冻卵原本是为患有癌症或者是其他疾病的女性而设，在她们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治疗方式可能会对她们的卵巢机能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冻卵的疗程就可以帮助这些女性保存她们的生育能力。另外一个关键词代孕，一般来说是有两种，一种呢是在代母的体内植入精子跟卵子，另外一种呢其实贴近于我们所了解的传统的代孕，也就是说它使用的其实是代母的卵子。这个呢就有点像咱们所知道的封建社会的借腹生子这个概念。虽然今天的医疗技术呢进步得很快，但是很多人对于冻卵跟代孕所了解的知识还是不够足够，尤其是它所带来的生理风险。比方说，冻卵在未来就保证你一定能够生宝宝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是科学界认定的一个年龄的标准线，38岁以下年纪比较轻的女士她的一颗冷冻的卵子能够成功的孕育出一个新生命的概率是2%到12%。所以如果你对这个风险了解的不够足够的话，可能会让一些女性以为自己可以无限期的延迟生育，以至于她们错过了自己最佳的生育时机。另外就是接受冻卵疗程的女性呢，她可能会有患上卵巢过度刺激症的风险，而且在取卵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卵巢出血、盆腔炎的风险。虽然这些副作用跟风险呢都比较低，概率呢也非常非常的低，但是有跟没有呢还是有本质的差别。除了给女性带来的一些生理上的风险之外，尤其是代孕它其实引发更多的是道德伦理甚至是法律上的纠纷。因为各个国家这个情况也不光是在中国才有，各个国家历史文化还有就是价值观的不同，所以他们对于代孕的立法也是不尽相同。那么近些年呢，也不断催生了因为这种跨境的代孕旅游、医疗旅游而催生了很多的法律难题。比方说在德国跟法国，他们认为代孕这种行为呢，完全损害了女性的尊严，所以代孕在他们在这里是完全被禁止的。可是在美国加州、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些国家，商业代孕又是完全合法的，所以这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一个想要寻求代孕的人，如果他生活的国家不允许他做这件事情，那他只需要到一个法律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或者说监管不太给力的国家，就可以实现他的爸爸妈妈梦。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不断有一些想要寻求代孕的父亲跟母亲去到泰国印度柬埔寨尼泊尔这些经济比较贫困的国家去寻求代孕服务。那么说回英国呢，这些年单身女性冻卵的数字呢也是在不断的上升。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全球的大背景下，女性的社会参与度在提高，她对于自己生育主动权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代孕本身在英国是合法的，可是根据2016年的数据显示呢，英国是所有的欧洲国家当中前往海外寻求代孕服务最多的国家。每一年大概有1000到2000个孩子是为一对英国的夫妇所生，而且95%以上的比例呢是在海外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商业代孕在英国是非法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说，英国它本身把代孕呢视为是一位女性赠予另外一位女性礼物的一个行为，所以它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你不能和任何的经济利益挂钩，而且根据英国的法律，你也不能打任何的代孕服务广告，这就意味着代理机构也就是中介，它没有办法从中挣钱。而且英国的法律还规定，代孕的母亲也就是代母，她是不能够收取其他额外的费用的，除非法院对她这个案件有额外的一些这个规定的话，要不然她其实只能得到一些基本的像家政服务生活上的一些补贴费用，而且这个上限是15000镑。
从1985年到现在，差不多30多年了，英国关于代孕的法律核心一直紧紧地围绕着这个利他主义。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国会议员呐、法律界人士，还有一些想要寻求代孕服务的一些夫妻，他们也有一直不断地提出主张，希望能够像类似于美国某些州的这种商业模式去进行更改。比方说像在美国的话，你通过代理人之间签订了一个协议，然后呢，当你从这个协议的一开始，只要这个协议是符合你们的州法律合同，那你们法律就赋予了付费的这个人为法律上的合法的父母，然后以这个合同的方式来保障你的权益。但是在英国，即使你和别人签订了这个代孕的协议，而且你也付了钱，但是法律也没有办法强制执行这个协议。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代母他中途发生了改变，他不想给你生这个孩子了，你是没有任何法律条款可以保障你去阻止他这个行为的。关于代孕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法律上的父母是谁。英国的法律非常的明确，谁的子宫中怀有这个孩子，谁就是这个孩子的合法父母，不管他的遗传来源或者是受孕的地点在那里。那和这个母亲结婚的男人就是法律上的合法父亲，也不管他使用的是谁的精子。所以这就意味着呢，这个代母啊，他才是这个孩子的合法的父母。所以孩子如果子女出生以后，你需要根据这个收养啊或者其他的合法方式来更换这个父母的身份。如果双方对孩子的父母是谁产生了分歧，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能诉诸法律，法官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英国针对这样的案件，也就是通过代孕生下来的孩子产生的抚养权的问题啊，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叫养育命令判决。在最近这些年，这个案件的数量也是在不断的攀升。2008年，第一例国际代孕案件呢，就落入到了英国法院。他的情况是一对英国夫妻，他们前往乌克兰寻求代孕服务，然后乌克兰的一个已婚的妇女呢，就同意用这个先生，也就是这个英国夫妇的这个男人的精子和一位捐赠者的卵子呢，帮他们进行代孕服务，然后他最后顺利的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的婴儿。但是根据英国的法律就规定的很明确了，乌克兰的这个妇女，已婚妇女跟她的丈夫才是这个孩子的合法的父母。但是呢，根据乌克兰的法律也很明确，就是在我们这儿商业代孕是合法的，所以这一对帮助代孕的乌克兰的夫妻，他没有父母的地位，他也没有任何享受父母的权利跟义务，只有购买了这个服务的英国夫妇才是法律上唯一的合法父母。那最后呢，英国法院也算是做了一个比较人性的判决，就是英国的这对夫妻才是这个孩子的合法父母，而且给了这两个孩子英国国籍。其实像这样的纠纷呢，在最近这些年也是不断的产生，有一些本身是因为代孕的双方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还有一些其实是完全限制于两个国家不同的法律条款的规定。那跨国界组织呢，海牙司法会议，他们在最近这些年有尝试过去探讨有没有可能制定出一个统一的国际准则来限制或者说规定代孕这种行为，但是坦白讲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不愿意放开商业代孕的国家，他是不会去签署说我要放开商业代孕的这个协议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现在目前已经开放同意商业代孕，认为它合法的国家，他也不愿意签署禁令去限制这个代孕的行为。这就导致呢，这种差异会产生一种监管缺失，导致很多的人和机构有空子可以钻。然后我觉得这道题之所以这么难，背后还是因为它藏着人类的这么多年来形成的一个伦理跟道德的一个风险吧。所以我觉得，因为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代孕确实是给一些渴望家庭的孩子带来了一些快乐，给了他们的希望，但是同时它也为剥削弱势群体的这种行为打开了大门。因为坦白讲，这其实是在剥夺那些经济比较困难的女士，而且把孩子当成是一个商品来进行交易。我觉得这样的案例可能，或者说这种道德跟法律的困境在以后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只能说我们在医学上的进步帮我们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但是我们的法律还没有及时的去回应这件事情。但是话说回来，通过禁止单身女性而去防止代孕这种产业的发展，这究竟能不能算得上是一条路呢？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喜欢就按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了解更多英国文化生活。拜拜。